大家好，欢迎来到手残也能虐 BOSS 系列啊！今天我们介绍的新东西啊，投掷流。我们用投掷流来专门克制这个沙克图卡、里农矿山的这个关底 BOSS。投掷流其实是可以克制非常多的这种动物类的 BOSS。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投掷流最主要的东西啊。首先我们要制造投掷流的道具呢，需要炼制碎片和炼制织物这个呢是可以在这个商人这里无限购买的，就每次只要大家做完任何一个地图的章节，传送回来这个生者空间都可以在这个商人这里刷新购买。然后购买完这个材料以后，我们就可以来铁匠这里啊。铁匠在我们做完这个蜘蛛那个系列以后就已经解锁了。在铁匠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边锻造凝毒之息、凝水之息、凝土之息、凝雷之息和凝火之息啊，这些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投掷道具。我建议大家呢是在这边做这个凝雷之息、凝土之息，还有这个凝毒之息，尤其凝毒之息是最重要的，因为凝火之息和凝水之息呢，我们可以在商人那里购买。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商人那里买的。我们在这个第3章的商人，还有那个蜘蛛的那一章的商人里面，都可以买到这个凝水之息和凝火之息。我们现在跑出去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第1章的前面的地图啊，传送到这个恩巴斯遗迹，里面有一个废弃神庙的入口。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商人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就是那个神殿里面有很多那个龙族的士兵在跪拜那个地方。我们既然是来买东西啊，就不要惹事啊，谁都不打，我们只一路小跑就好了。从这里跳下去然后就好了。你放心，这个敌人是不会追过来的。在他这个商店里就会固定的卖这个凝水之息，你只要每次传送过来啊，都可以买。然后如果大家想买洗点道具，也可以在他这里买。那买完以后呢，有一个快的方法，可以这个返回这个裂缝空间啊，就是利用这个设置里面的这个任务重置。任务重置以后呢，它会把你传送到这个本章开始的地方，然后从那个开始的地方，你可以点击篝火，回到这个裂缝空间，这样就不用跑图跑回来啊。边界裂缝。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传送到这个斯科帕洞穴巢穴底部最后一个鬼剑那里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最后一个鬼剑向回跑很近啊，就有一个商人。那个商人那里呢，固定会卖这个凝火之息。出来，我们朝这个毒池这个方向走一点，然后右拐。然后从这里跳下去，就正好就到商人这里了。还远远不够。来，我们跟他对话一下啊。真是之前，商店里买一点这个凝火之息，每次可以买5个啊。这主要是应对前期啊，后期我们这个手上的材料非常多了啊，这个你根本就不需要在商人这买了，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生者空间找铁匠做就行了。我每次都做很多个啊，尤其这个凝毒之息啊，
非常常用的一个道具，打各种精英怪，打断敌人施法，那个凝毒之息都是神器。好，我们继续啊，重置任务，然后回到这个本章第一个篝火这里，然后就可以传送出去了。这就是投掷流基本需要做到这个准备工作，就是大家记着，每次打完这个每一个章节，包括支线任务啊，回到这个生者空间都可以找那个商人小哥买一些材料啊。好，那现在我们传送到了这个打这个关底 BOSS 的地方啊。在进去之前呢，我们把这个身上所有的这个物品都准备一下然后呢肯定是要把这个瘟疫的这个疾病抗性药剂要吃一下，因为这个 BOSS 呢是瘟疫属性的，然后再吃一个精力丸子。好，这样以后先锁定他防，他固定打这5连击以后，最后一个下砸，下砸完以后呢，就是我们丢东西的机会啊，连续丢几个。这个东西啊，你看它只要在这个范围内，你看到没？它的血条一直在掉，它是一个持续性伤害的东西啊。而且如果它一旦累积上来这个 buff 以后呢，它这个伤害更高啊。投技要躲一下投技躲一下，然后就可以了。这个打这个东西最主要就是要躲一下投技，然后如果它这个红光技能，如果你反制不了，也没有太大关系啊。但投技一定要躲，因为投技它会给你累积非常多的这个瘟疫属性，而且它这个 BOSS 经常跳来跳去啊。如果大家没有很稳，像这种机会啊，就是投掷道具最好的机会。其他时间不建议大家乱丢啊，乱丢经常会丢空啊，因为这个老虎其实还是挺灵活的。虽然它出招慢，但是它跑起来非常灵活。你看这个红光，其实你没有躲开也没关系的。让它丢了一个这个凝固之息，无所谓了。这个投掷道具啊，你们先丢什么后丢什么无所谓啊，但只要记住一点，把凝毒之息留到最后啊。凝毒之息是我们最后一个保障啊，就是如果前面没有把它打得很惨的话，有凝毒之息，我们还可以跟他肉搏。每一次扔出一个投掷道具，你看它的血条都会掉7%、8%的样子。打它最有效的是凝火之息，等一会儿我们会用。毛多弱火的，他每次你看经常固定的出现这种招式，倒地的时候就是丢东西的好时机啊。反制一个，然后反制以后它会虚弱，但这个 BOSS 啊体型太大，你拉完以后你会发现你跟不上，因为它跑得非常远。再来一个反制，好嘞。那他在这火团里待的时间越久啊，他这个累积的 debuff 就越多。而这个 BOSS 比较烦人的一点就是他触觉必须要到前面处理，而且你一旦卡在2条腿中间啊，你会陷入一个异度空间那种位置啊，你出都出不来，很郁闷。这个 BOSS 设计有点不太好，因为体型太大了。瘟疫这个要躲开一下，要不然他那一口浓痰吐在身上啊，非常多病毒。你看，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凝毒之息来打。凝毒之息只要每次打中，它都一定会有个影子，就是打失衡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把凝毒之息留到最后啊。实在不行，我们用凝毒之息跟他打失衡也是一样的。只要每次他中了凝毒之息，必定会硬直，然后你可以打失衡。他这个 BOSS 不好打失衡原因就是我刚才说过了，每次甩出去非常远，跟不上。来一个凝毒之息，哎，硬直了吧？他已经死了，你跟他硬砍都砍死了。那下面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BOSS 啊，唯一一个难点啊，就是一定要防住他的投技啊，就这么一下子，他每次向前飞扑这一下闪开，其他这 BOSS 一旦熟悉了就没什么难打，都能防住的。好，那以上就是本期攻略的所有内容啊，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转发我会继续做这个卡赞游戏剩下的所有 BOSS 啊，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